我也想被了解，但為什麼總是反效果？你怎麼可以說我這樣是在情緒勒索？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有多受傷。黑人氣得眼眶泛紅，他不明白為什麼每次他試着表達內心的痛，對方總說他在無理取鬧。他不是想吵架，他是真的覺得委屈，真的覺得累，真的想被抱一下，被理解一下。他也知道自己的語氣可能不夠柔和，但他沒想過那一個瞬間的失控竟變成兩人之間的裂痕。你是不是也有過這種感覺？你鼓起勇氣說出心事，但對方聽起來卻像在被攻擊。你期待的是共鳴，得到的卻是反擊。你試着拉近距離，結果卻更疏遠。你不是不願意溝通，你只是也想被了解而已。那麼，為什麼我們想被理解的渴望，常常變成讓關係更糟的導火線？這背後的真相，遠比你想象的複雜得多。被了解的渴望，其實是種脆弱。我們很少承認，其實想被了解這件事，本質上就很脆弱。因為要讓人了解你，你得暴露你的真實，不再裝堅強，不再搞笑，不再隱藏情緒，甚至可能讓人看到你自己都不想面對的那一面：失落、自卑、嫉妒、害怕被拒絕。而越親近的人，越能直戳這些脆弱。你以為你是敞開自己，走向對方，但對方可能接收到的是情緒壓力、責怪，甚至操控感。於是，一方越想表達你不懂我，另一方就越覺得你又來了。最後，兩人都覺得被否定、被誤解、被推開。你打開心門，結果卻讓自己更孤單。這就是情緒的弔詭。我們都在努力，但方式錯了。案例一，努力講道理的他，反而讓他更無助。Wendy 終於鼓起勇氣對男友說：“你最近都好冷淡，我覺得你好像不再在乎我了。”男友皺眉反駁：“哪有？我每天都傳訊息給你，昨天還接你下班耶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”他瞬間閉嘴了，不是因為他被說服了，而是他知道他沒聽懂他說的重點。他不是要數據證明，不是想辯論對錯，他只是想聽一句：“我知道你這幾天覺得很孤單，我在這裡。”但他給的是理性分析，他要的是情感連結。這場對話從想靠近變成了更遠。案例二，情緒失控的他其實只是在求救。Tom 的太太近來壓力大，有天晚餐時間，他突然情緒爆炸：“我是不是做什麼你都不滿意？你是不是根本不想回這個家？”Tom 當場傻眼，他明明沒說什麼，只是晚了10分鐘回家。於是他冷冷地說：“這樣亂吼有什麼意義？”他大哭，跑進房間摔上門。他則坐在沙發上嘆氣：“我真的搞不懂他到底想怎樣。”但其實他想要的不是控制他，也不是責怪他，他只是想被擁抱，想聽見一句：“對不起，我知道你這陣子真的很辛苦。”反效果的根源是我們用情緒包裝了需要。每個人都有情緒，但情緒只是冰山上的部分。冰山之下是深層的需要，想被尊重，想被在乎，想要安全感，想要有人陪，想要不被拋下。但我們往往不知道如何直接說出這些需要，於是我們用情緒來表達，像是你都不聽我說，其實是在說我想被重視。
你每次都只顧你自己，其實是在說，我也想被顧慮。你是不是不愛我了？其實是在說，我好需要你多看看我，抱抱我。但如果對方只看到情緒，沒看到你藏在情緒底下的需要，就會產生你在找麻煩的誤解。而當你的情緒被誤解，你只會更激動，更想證明，更想逼對方懂你，然後就進入越想被了解，越被誤會的惡性循環。原來想被了解，得先願意揭開自己的真正需要。真正能幫助關係靠近的關鍵，不是說更多，不是喊更大聲，也不是哭得更用力，而是你是否能勇敢地說出你背後的需要。情緒只是敲門磚，真正讓人靠近你的，是你願不願意讓人知道你為什麼痛。試着從這樣的語句開始，我其實不是在罵你，我只是很怕你不理我。我剛才那樣說，其實是因為我很需要你幫我一點忙，但我又不想你覺得我煩。我知道我語氣不太好，我只是太怕你以為我不重要了。當你願意這樣開口，不保證每個人都懂，但你會吸引真正想靠近你、理解你的人。因為人不是拒絕脆弱，而是拒絕偽裝。結語，別急着被了解，先試着誠實。想被了解，絕對不是錯，但真正的了解，不是對方猜出你的需要，而是你願意揭開那一層防備。別讓情緒成為誤會的起點，而要讓它成為我想靠近你的邀請。畢竟，懂你的人不會只看見你發火的樣子，而是看見你心裡那個想被抱一下的小孩，而你也值得那樣被理解。從你誠實開始。